1982年，香港无线电视艺员训练班第11期招生，周星驰拉着他最好的朋友一起去报名。两个穷小子每天在茶餐厅里聊表演，聊到大半夜，比谁的演技好，谁的眼神更有戏。考试结束后，到了放榜的时间，结果他最好的朋友考上了周星驰，自己却落选了。这个考上的朋友叫梁朝伟。后来有人开玩笑说 ，TVB 那届训练班干了一件史上最离谱的事儿，把梁朝伟招进去了，把周星驰刷了下来。周星驰没有放弃，他通过朋友戚美珍的介绍，挤进了训练班的夜间部。夜间部是什么概念？就是白天的正选学员们上完课走光了之后，晚上这群被选的候补的，差一点被淘汰的人才被允许走进同一间教室。梁朝伟白天学完的东西，周星驰晚上捡起来再啃一遍。1983年训练班毕业，梁朝伟一出来就被 TVB 重用，很快在电视剧里演男一号。而周星驰呢，被分配去主持一个儿童节目《430穿梭机》，时间每天下午4点半。观众一群还没上小学的小朋友，工作内容穿着银色宇航服，对着镜头傻笑，教小朋友认字、唱歌、做手工。他在这个节目里待了将近5年。同期的梁朝伟已经成为无线五虎将之一，拍《鹿鼎记》演韦小宝红遍全港。周星驰每天下午去录影棚哄小孩，录完之后跑到隔壁的电视剧组问导演有没有龙套可以跑。他跑过不少龙套，最出名的一个是1983年《射雕英雄传》里的宋兵乙。有一场戏，他需要被梅超风一掌打死，他当时问导演能不能让他多活2秒，说能不能先打一下再死。导演看了他一眼，没理他。后来他在《喜剧之王》把这一段经历也写进剧本中。但所有人都知道，一个在儿童节目里耗了5年的人，每天回家对着镜子练表情、练肢体、练每一个喜剧节奏，等了5年，等不到一个正经角色，那种滋味不是云淡风轻能盖住的。5年，你知道这5年我怎么过的吗？你知道吗？而真正让他的事业有拐点的是万梓良。1987年 TVB 拍《生命之旅》，万梓良饰演的是男一号，周星驰饰演一个配角。万梓良注意到了这个年轻人，觉得他很有天分，还对他非常照顾，把他当亲弟弟一样。后来万梓良拍《捕风汉子》，这部电影原本没邀请周星驰，是万梓良强行把周星驰塞进去，让周星驰演一个配角。这是周星驰参演的第1部电影，也让周星驰第一次在电影荧幕上露脸。1988年，有一个人在电视上看到了周星驰，演警察演了几10部，他看中了周星驰身上某种他没在别人身上见过的东西，不是帅，不是硬朗，是一种骨子里的怪，但是又说不出来怪在哪里。李修贤觉得这个怪很有商业价值，加上万梓良和郑则仕的极力推荐，他就给周星驰打了一个电话，说你来拍我的戏。这部电影叫《霹雳先锋》，李修贤亲自监制，黄乃文导演，周星驰演一个偷车贼。和演警察的李修贤从头斗到尾。周星驰拿到这个角色的时候，他已经跑了5年龙套，这是他第一次真正意义上出演一部电影的主要配角。1988年6月，《霹雳先锋》上映。1988年11月，第25届台湾电影金马奖颁奖典礼上，当吴马拆开最佳男配角的信封，念出的是一个全场很多人都没听说过的名字——周星驰。全场愣了一下，然后鼓掌。一个儿童节目主持人，一条跑了5年龙套的咸鱼，拿了金马奖。李修贤当场拍板签下了周星驰，用万能影业的名义，片酬70万港币一部，签了多部片约。从这一刻起，周星驰正式踏进了电影圈。1989年，吴思远在加拿大看到了他《来自江湖》这部电视剧，这是 TVB 1988年播出的台庆剧，万梓良主演，周星驰和吴孟达饰演一对父子。这原本是一部正剧，可周星驰骨子里就没法演正剧，导演就让他和吴孟达临场发挥，结果这一发挥就发挥出了一种全新的风格。然而吴思远压根就没把目光放在主演万梓良身上，他的目光全被周星驰和吴孟达这对搞笑组合吸引了。2个人在剧里一唱一和，节奏默契，喜剧火花的密度是吴思远入行20年来都没在港片里见过的。他拍了大腿，立马飞回香港，直奔李修贤的万能影业，开口就要接周星驰。不止周星驰，吴孟达也一块要。我就跟周星驰讲，你拍了我这部电影，你就变成超级巨星。他不相信，真的吗？真的吗？刘镇伟和袁奎给了他们一个点子，拍赌片，但不要拍成周润发那种风衣墨镜的赌神，要拍一个大陆来的土包子，靠特异功能搓牌。主角的名字就叫阿信。1990年8月18日，《赌圣》一上映就大爆，1星期之内，全港电影院门口排起了长队。不是为了周润发的风衣，不是为了成龙的功夫，是为了一个之前只能算2线的演员在荧幕上疯了一样的搞笑。整部戏的风格就4个字：毫无底线，表情夸张，动作癫狂，台词完全不按常理出牌，什么逻辑什么规矩全部扔掉。这种表演方法后来被香港媒体起了一个名字——无厘头，最终票房停在4132万港币，不仅拿下1990年香港年度票房冠军，还打破了香港电影票房历史纪录。港片第一次突破4000万大关，向华强和向华盛的永盛影业出手了。永盛直接跟李修贤签下了周星驰的3部低价合约。永盛拿到周星驰之后做的第一件事，趁热打铁，快速开拍。赌侠导演王晶
周星驰搭档刘德华，刘德华负责帅，周星驰负责疯，两个人一正一颠，票房冲到4034万港币，排在年度第二。1992年香港全年产片超过200部，永盛给周星驰安排的排期密到离谱。1年之内，他接连拍了7部电影，这7部电影里有5部冲进了当年香港票房榜前5名，前5名全是他的名字。7部电影全年的累计总票房超过2.7亿港币，他每一部都不是在破别人的记录，而是在破自己的记录。香港媒体给1992年起了一个名字，周星驰年。从1983年到1992年，9年时间，前5年他在儿童节目里等一个机会，中间2年他从金马奖男配一步步摸进电影圈的门，后2年他连续2年打破香港电影票房纪录，到最后1年他一个人包揽了全香港票房榜的前5名。没有人知道他是怎么做到的，他自己也解释不了。他只是把他憋了5年的那些表情、那些节奏、那些在儿童节目里对着空气练了无数遍的桥段，全部扔上了荧幕，而香港观众全部接住了。